夜风呼啸，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怒吼。树枝在强风下剧烈摇晃，像是黑暗中的幽灵在挣扎。秦宇森紧握着手中的钢笔，指尖微微颤抖，仿佛那一小块金属蕴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。窗户不断发出轻微的响动，声音低沉，无声地撕裂着静寂。有某种未知的存在在用力拍打着玻璃，逼迫进入这个空间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话音刚落，林悠然的身影突然在空气中渐渐凝聚，宛如雾气般若隐若现。她穿着一袭洁白的长裙，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，裙摆微微飘动。她的存在并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一刻，空气凝固，时间几乎停止了。秦医生，你能看到我吗？秦宇森的心跳猛地加速，尽管他知道他就在眼前，但面对他的再度现身，依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感。林小姐，你真的在这里？他伸出手，眼神中充满了不敢相信的惊愕。然而，手指穿过了他的身影，空气中没有任何实质的触感，什么也抓不住。林悠然的身影瞬间变得模糊，仿若随风消散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真的能看到我？林悠然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似乎从远处传来，充满了无奈与无助。他的声音渐渐消散，像是被风带走的碎片。林小姐，你能触碰下这支钢笔吗？林悠然缓缓伸出手指，轻轻触碰了钢笔的一端。就在他的指尖接触到钢笔的一刻，秦宇森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。他的身影从模糊到清晰，逐渐实质化。他站在那里，近的几乎可以触摸。这样真的可以？秦医生，现在再碰一下我的胳膊好吗？秦宇森迟疑了片刻，终于缓缓伸出手。这次，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的存在。他的手臂柔软而真实，仿佛真的是一个活人。太神奇了。秦医生，请你保管好我的钢笔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一直跟着你，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。我不记得生前的事了，但那本日记究竟隐藏着什么？它关系着一个重要的名字——高智慧。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知道他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但现在我无法触及那些记忆。林悠然摇头，目光迷茫。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我的日记里？你日记里的这句话。稍等。他拿出一副医用手套戴上，翻开日记的最后一页。我发现了一件不该被发现的事。据我对你病情的了解，短时间内你的心脏是不会出现心源性猝死这类状况的。明天我会回医院核对你的血检报告。林悠然神色微动，似乎在努力回想些什么。我只知道自己似乎睡了很久，醒来后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。希望是我想多了，毕竟我们从你日记里能找到的线索有限。那秦医生，难道一直没有人来认领我的遗体吗？医院已经在联系你以前的公司了，我们再等2天，这期间我会继续调查你的死因。谢谢你，秦医生。虽然我不知道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，但至少现在我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。林悠然的眼神有些迷离，但在秦宇森的引导下，他似乎感到一丝安慰。确认过了，家里没有纸质备份，也没有 U 盘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把能翻的地方都翻了，书架、抽屉、文件袋，全都检查过，连地板夹层都撬开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他真的有备份，那就只可能在公司，但公司那边的资料已经彻底销毁了，文件粉碎机里检查过，连碎片都不剩，硬盘数据也做了物理破坏，恢复不了。他的手机和电脑呢？已经查过了，系统格式化过3次，连深度恢复软件都跑了一遍，干干净净。云端存储，我查了他常用的网盘、历史记录、回收站、自动同步目录，全都空了，连邮箱的附件记录也看过，没有留下任何备份的痕迹。他的文件里有没有出现过陌生的网址？
或者手写的账号、密码？倒是翻到过一个便签，上面写着一串字符，像是加密的密码，但没有网址。拍照发给我，如果是云端存储，它总要有入口。一日，秦宇森直奔急诊科，他需要从林悠然的急诊记录中找到更多线索。他的病情、入院时的情况，所有细节都不容忽视。林悠然，当时的急诊记录能重新调取吗？林小姐是心脏骤停送来的，但因为情况紧急，医生没有做过多的检查，直接进行了抢救。明白了，麻烦你带我去找值班医生。在急诊科的医生办公室内，秦宇森见到了当时值班的张伟医生。张伟见到秦宇森的身影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显然有些意外。小秦，你现在不是负责心内科吗？你怎么会对这位林小姐的事这么上心？林小姐是我的朋友，曾是我的病患，她在急救时应该有一些检查结果，我需要这些资料。张伟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秦宇森会如此直白地提出要求。几秒钟后，他低下头，开始翻找桌上的文件。这是她的急救记录，她到达时心跳已经停止，我们立刻进行了 CPR。秦宇森翻开病历，视线扫过急诊记录的每一行数据，每一项检查，每一处处理步骤，都显得标准而常规。张医生，林小姐急救时应该有血检的详细记录吧？尤其是电解质方面的。抢救时确实给她做了血检，当时急救了40多分钟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维持生命体征上。我们遵循了标准的抢救流程，包括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、肾上腺素注射。但你也知道，心脏骤停的患者血气分析的结果是我们首要参考的指标。至于血清电解质的详细数据，送检后一般不会第一时间反馈，我们当时主要关注血气和乳酸值。所以他的血清电解质检测结果后来是送到病理科存档了吗？应该是。你稍等，我给你调一下报告。大约5分钟后，张医生手中拿着一份刚打印好的报告，递给他。这就是当时的血清电解质检测报告，还好送检了，否则存档记录里也不会有。秦宇森接过报告，指尖微微收紧，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。他迅速翻阅了一遍，目光锁定在一项数据上。钾离子 7.2， 这个数值比正常范围高出太多，甚至已经达到了致命的水平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与张伟寒暄了几句后，拿着报告匆匆离开了急诊科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秦宇森冷静地翻开病历，逐行检查着每一项数据。钾离子对心脏的影响至关重要，过高的钾离子浓度极有可能引发致命的心脏骤停。然而，林悠然一直在按时服药，定期复诊。最后一次复诊时，指标一切正常。只是他提到最近工作繁忙，身体略感疲惫，但疲劳感并不足以解释为何会出现钾离子超标的异常。如果急诊医生当时看到这份报告，应该会注意到这个指标的异常。但血气和乳酸的结果通常几分钟就能出，可电解质检测需要20-30分钟甚至更久。张医生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林悠然的生命体征。如果没有提前怀疑高钾血症，医生是不会在第一时间去关注电解质数据的。这份报告来得太迟了。高志辉打开电脑，紧接着输入了一串字符。这3个字母是林悠然的缩写。2024是日期。尝试在历史存档中搜索2024年的文件，没有匹配项。他的目光转向第2组字符。林悠然只是一个普通职员，但他在某些方面给了他非同寻常的信任与权限。临时储备。后面这个是公司高层的安全存储层级。高志辉的眼神逐渐冷冽，敲击键盘的同时还不忘喃喃自语：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他打开远程访问通道，输入一串专属的管理权限代码，顺着临时储备文件夹一步步深入，终于在一处隐藏的角落找到了一个未命名的视频文件。高志辉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想你已经破解了这串密码。可惜你想找的东西并不在这里，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。所有真相都埋藏在我的过去里，而你永远无法触及。视频戛然而止，消失在空白之中。他拿起手机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着。可以停下来了。那种悄然的痛苦再次袭来，很快被他压制下去。我最爱的人终究是我自己。
最